寿喜烧又叫厨烧。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美食之一，来了日本之后应该怎么选店？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，盲选这一家就对了。它也是目前日本寿喜烧界的天花板。我就很想知道，开了138年的店，为什么还能开？今天的东京下起了小雨，就像输了竞技赛的我，早上起来好好刷牙。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金办这家店不仅特别老，而且日式服务做得巨好，这可能也是它贵的原因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30度。整个过程会有很多姐姐服侍你，所以第一次来也不用紧张。我们预定的是他们家最好的极上和牛，一盘肉32000元32000，就这么多，以及一堆摆盘很好看的小菜。第一盘叫做小西物，主要是一些凉菜，这个炭烤血子很好吃，又上了一小盘刺身、老三样、鲷鱼、金枪鱼和章鱼，生鱼片也是传统日料里的一个必要环节。吃完这些，阿姨就会开始准备寿喜烧了。关东的寿喜烧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热锅里面倒入寿喜烧料，关西的话还会在盘子里面刷一层糖。现在空气里都弥漫着汤汁的甜味，它那个肉展开有这么长，你会看着这个肉慢慢冒泡鼓起来，然后从粉色慢慢变成棕色，等到肉只剩一点粉色的时候，就会放到蛋液里给你端过来。第一盘原汁原味，只有鸡蛋跟牛肉，我已经吞了无数次口水了。因为它那个肉的雪花，所以这个肉吸起来特别顺滑。好了，继续吃饭。第二片肉按照惯例会加一些蔬菜和最重要的魔芋丝，它就像蚂蚁上树里面的粉条。这一筷子挂满了料汁和油水，你甚至可以再卷一点葱或者牛肉。吞下去之前再送口饭进嘴，直接暴击。米饭跟肉一起嚼才香嘛。第三片肉就会在锅里下一些清新的蔬菜，像是茼蒿和萝卜。谁煮火锅不加茼蒿啊？阿姨又帮我们盛好了新的一碗，但这次我们先尝一下豆腐。这种豆腐一般是烤过的，也是特别能吸水。豆腐好嫩。豆腐背后因为切了2刀，所以特别入味儿。然后是茼蒿。在吃完所有的肉之后，还会有一个寿喜锅盖饭。感觉吃起来很快，也很满足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嘎味儿太撑了。寿喜烧，你们说日本最老的寿喜烧店它还在吗？这是一个疑问，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寻找的答案。我操！所以我就去搜了，现在因特网上能找到最老的店在京都，我就知道又是哪儿。就是不管37、29、78、63，我们又花了2000块钱车票过来做慈善，就当满足这个夏天最后的好奇心。这家店叫寿喜锅啊，1864年就开了，比我们之前吃了1886年的还老。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刚出生。它在京都的5大花街之一，先斗町。我走在这条街上，我感觉我都老了20岁。它藏了大量的百年老店，这条街真的全是店，太爽了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选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7時予約したの6ですけど。我每次都会觉得这种全日式的装修私密性特别好，这种古朴的氛围感比东京的强多了，价格也非常的讲究。不说钱，说缘分的缘，一盘肉8500元，前菜是一个芝麻豆腐，就这个东西在京都特别流行，属实开胃，特别的滑嫩，甚至像鸡蛋羹。然后就没有那些无食包进的前菜了，直接开始做锅，先是一块牛油润一下，然后撒上白砂糖，非常关西的做法。然后在白砂糖还没有化开的时候，铺上牛肉 A5 的和牛就是一个大，煎一下之后再倒入酱汁，听着锅从滋啦滋啦的声音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看着和牛从红白相间变成了棕色，看着我从110斤变到了130斤。然后我们开始搅鸡蛋，真是肉汁大，一口吃不下。我发现这个蛋液的作用不仅是让它变得更滑嫩，主要是给那个肉片降温。他们家的寿喜烧特别的清新，不会太甜腻。说着第一口不吃饭，但我还是没忍住。而且他们家的酱汁没有那么抢戏，所以更加突出了它和牛油脂的那个甜味儿。不愧是老店，非常好吃，就是有点费钱包。姐姐接下来会在锅里放魔芋丝、大葱还有豆腐，第2口下去仍然很满足。滑蛋牛肉和米饭太配了，温热的牛肉和蛋液混作一团，包裹着颗粒分明的米饭，难以抗拒的鲜嫩。再来一口，2片滑牛让我刨了一整碗米饭。前面刚说完他们家8500元一盘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2片16000的和牛。来口和牛卷葱，我们先不卷葱根，卷那个绿色的葱叶，因为我觉得葱叶更有那个葱的味道，而且那个脆脆的口感包裹在寿喜烧里特别解腻。葱里面的甜还带一点辛辣。又想炫饭了。吃完之后继续煮菜，大葱、洋葱、小香菜，就这个锅越煮到后面就越清新。又是每次的固定环节。魔芋丝加蛋液还是那个滑溜溜的口感，想念起了那道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。接下来换了一个蛋液，重新又加了一份肉。其实吃豆腐的时候也非常讲究，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，嚼起来特别的扎实。用和牛卷着它吃就很完美。外柔内刚好像不太合适。接下来是香菜，我发现香菜煮了之后就没有香菜那个味儿了，淡淡的香菜味配上和牛，像是火锅里面煮的茼蒿和肥牛。最后一片还原我们最原汁原味的。这一口真的太大了，但是也必须得塞一口米饭进嘴，不然这口和牛都没有灵魂。寿喜烧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？餐后的甜品是一大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非常的昂贵，但它甜得来像打了糖水一样。总结一下就是他们家店是我吃过的寿喜烧里面性价比还比较高的，古朴的氛围，美丽的古街景，带朋友过来吃就是有品味有情调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真好这家店。卡哇呀
寿喜烧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古早年代，但都过了几百年了，它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我自认为的天花板，因为它好像除了贵就没什么缺点了。这个一进店就是一如既往的日式浮夸装修，每桌都是独立包间。我猜来这儿吃饭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隐私，阿姨一般会跪在旁边把所有的菜都给你弄好，你啥也不用管，只用管好信用卡的额度就好了。他家的前菜依旧非常的精致，这个好像是山楂豆腐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一道滑嫩的饭前甜品。这个冬瓜鳗鱼还挺惊喜的，冬瓜那股淡淡的清甜反而降低了鳗鱼的存在感，在日本算最清淡的前菜了。再来一口苦瓜海葡萄，嘎吱嘎吱的口感。话说南方人都吃过海葡萄吗？为什么我连海葡萄都没有吃过？第二盘前菜是刺身，有章鱼、金枪鱼和鲷鱼啊。今天不是吃寿司就直接跳过吧。然后就开始做寿喜烧了。第一盘是2片 A5 双酱，5200日元一片。他家的特点是每一片肉都会给你搭配不同的配菜，就是一肉多吃，特别讲究。我们的第一片就尝试一下包萝卜泥和豌豆苗吧。它这一片和牛真的太大了，你们知道第一口进去的口感是什么吗？就是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鲜甜，是那种肉类脂肪独特的甜味，超级的软。因为脂肪分布的特别均匀，入口就特别顺滑，再加上那个酱汁和萝卜泥的甜味，清甜而又收敛的味道。下一片是一块超大的里脊肉，这个我们还是跟蛋黄液一块吃，先用肉把它挤爆，然后再用你们的2颗小门牙轻轻的把肉分开，吃的时候就是一顿操作，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加 buff， 唇齿间这个牛肉所过之处，处处留着和牛的香味，就这一口那个味道就值回今天的门票钱了。用芦笋蘸着剩下的蛋液，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蔬菜里面都充满了肉香。我发现就是不管夏天有多热，吃寿喜烧还是香的。接下来是锅里的蔬菜，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茄子，就是茄子这种特别吸汁儿的东西也很适合寿喜烧，所以茄子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都特别香，要不然茄子肉末为什么那么下饭？它也要裹满蛋液，这样会更加嫩滑，一口下去满嘴爆甜汁，而且茄子的奶香也很浓，我现在就可以干4碗饭。是夏天的味道。接下来的一片是蛋液裹牛肉，裹萝卜泥，裹豌豆苗，吃法逐渐复杂，香味快了加倍。这一口下去就是爽滑中带着咀嚼感，肉香四溢，大快朵颐啊！说的就是这个。肉烧完之后就会在里面加一点乌冬面，它是在刚才和牛的油水里面煮的，取其精，它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就像是清汤杂酱面最后2口的那个味道。面条里面浸满了肉香，就让我特别怀念成都的那个怪味面。接下来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寿喜烧配米饭，滑嫩黏糊的蛋液裹着热腾腾的米饭，到底是米饭升华了和牛的甜味，还是和牛让米饭变得更甜，都不重要了，刨就完了。这个小火锅就非常像老北京涮羊肉，它这个吃的就是和牛最原本的味道。第一口我们就只卷一点葱，送进嘴里先是葱根的甜味儿，然后再是和牛雪花散开的味道，再来一片芝麻酱寿喜烧。我感觉北方人看到这个画面，嘴巴里面应该有味道了吧？虽然芝麻酱浓郁的香气已经把和牛的味道给盖住了，其实有点像东北麻辣拌，芝麻酱里加白糖，又鲜又甜。芝麻酱真的很爽。整体来说，虽然他们家确实有点贵，但是每一口都有特别好的体验。如果真想吃寿喜烧，选他们家应该没错，服务也特别到位。不过说回来，现在就算出了很多汗吃的寿喜锅，脸也没有花，一点儿也不油，真好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玩意儿。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，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。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？岂有此理啊！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拿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。这太扎实了，太爽了。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，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，是嫩的，我操。龟苓膏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带上家伙出门。今天我们来的是蓝青山那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，这店也藏得够深，高情商，注重隐私。我老板没钱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。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。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，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，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，所以吃起来还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，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。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，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，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？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。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，它吃起来觉得很像奶油蘑菇意面。怎么还有前菜？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儿的感觉，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，里面混杂了些很有嚼感的菜和海苔，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。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，就这一块的肉质它一般会非常的软嫩，因为它肉瘦纤维短，所以这一块肉一般是后切，吃起来会比较滑嫩，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。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，你也可以叫它牛五花，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很容易烤干，但它吃起来就贼香。我感觉我牙齿都没用力，甚至你把它吞了，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。完了之后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，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得巨厚，但你其实一口咬下去，你的齿感会很轻松。它是那种脂肪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很嫩的里脊肉，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，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，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，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。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了一碗汤，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，怎么说呢？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，不过用的牛腿肉比较肥，所以脂肪里的奶香已经渗透到汤里，
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起熬的，味道很鲜。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，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糊？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，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。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，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，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，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。烤完之后切好摆盘，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：脆弹。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，它嚼起来的质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，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，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，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，剁椒牛肉的感觉。吃完这个确实很腻，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。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，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。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，汁水比较少，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，再配着旁边的酸酱，油香也不会腻人，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。油香酸甜。接着是酱香牛腿肉，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。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，但我就想你给我端个生鸡蛋来，我想吃碳水。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，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，所以吃起来会有这种脆脆的口感，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，得劲儿。这可能是最贵的饭团了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，超浓的奶香，而且推荐指数8.5分。终于给我等到了，听着莫扎特音乐长大的和牛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这种设定，没想到被今天的店装到了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它是一家位于东京六本木的超高级烤肉店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非常的拽。六本木是个什么地方？其实就是离奇 people 们玩乐的地方。所以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装。我也是来了这家店才知道，居然还有和牛店只吃母牛，这有啥子怪癖？我们还要下一个旋转楼梯才能进店，是上班打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牛肉。先来给你展示一下，旁边还会附上它的血统证书，每个牛宝宝还有名字。店员也反复强调说，他们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对牛弹琴到底有没有用？他居然让我给了100多块钱点了个前菜，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第一个牛尾汤，先来漱漱口。感觉声音口闷，汤还是比较鲜，但是它里面甚至没有给一坨肉。然后是无法逃离的生肉环节，可能确实是因为肉比较好，它那个脂肪吃起来会有一种果糖的甜味。第二坨是用蒜香烤肉酱拌的生肉，有点像韩式烤肉那个味儿啊。100块钱的前菜，感觉还是可以。让我们来尝一下拥有血统书的和牛是什么样子。这个肉刚刚放在烤盘上的时候，烤之前就能看到那个雪花分布的很均匀，上了烤盘那个网格印在肉上，显得更诱人了。关键它还只是一个舌头，但它的那个绵软程度又很像土豆烧牛腩，好爬哦，像备注的那个口感。接下来是招牌菜，牛的舌尖肉包葱丝。我一直觉得它比起舌根肉，口感更像那种嚼了1万次的口香糖，已经是脆弹的感觉了。还是舌尖肉有韧劲，牛舌包绿洋葱，它吃起来像一个灌汤小笼包，咬开舌头之后里面还会流汁，那个味道特别像牛肉洋葱饺子。但其实你只用舌尖肉夹的葱丝也很好吃。又到了我们快乐的长寿 time， 沙拉达，跳过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横膈膜肉，它真的太漂亮了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咀嚼，就能尝到肉里面那个甜润鲜美的汁水，像喝牛奶。这个一片是牛腹肉，因为它那个脂肪更多，所以看起来比较透明。来吧，透明小和牛，吃起来比较接近蒜香肥牛，但是蒜香味很淡，它那个淡淡的蒜香更好能体现出那个牛肉的奶香哎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和牛烤肉店，都会给你准备一盘仅仅1盘的寿喜烧，但是没有配饭，碗里面是料汁和一个整整的蛋黄。因为这个菜只有1片肉，所以最好裹实了再吃。那个奶香和寿喜烧的汤汁太配了，一滴汁水都不能逃走，奶甜加上清甜，像是北海道奶油果冻慕斯的感觉。牛肩肉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，没什么雪花，所以吃起来不腻。这一块没什么脂肪，但是肩上的肉鲜味感又很细腻，它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啊。接下来是和牛三明治，我们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。找到你了，面吧。但它今天这个面包是用牛油烤过的，想给你们听一下咬脆牛排的声音。而且里面那个肉比面包还厚，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刷了一点巧克力味道的甜酱，这是超高热量带来的快乐。然后服务员会就着锅里的牛油，再给你涮一片牛腿肉铺在饭上，它就是一个17家牛肉盖饭的和牛版。我也不知道这一碗可以在17家吃多少碗。最后的甜品选择了我们的安仁豆腐，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希腊厚蒜奶，整个 course 下来很满足，价格也很感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玩哟。我操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是我来日本之后去过最贵的烧鸟店。我这个特别的多，我感觉那个弹烟快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了。烧鸟这种平民美食都可以卖到这么贵，凭什么呀？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它非常的装。今天我们就抱着批判的眼光来看一下李晴2行，他们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使用无菌鸡的烧鸟店。他说的我不信，无菌蛋我倒是听说过，无菌鸡就有一点过分了吧？这现在门口站了10个人不让进哦，一个魔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店里这个昏暗的灯光，感觉非常适合进行什么秘密交易。第一个小菜，我叫它无语，然后是一碗只有1个的经典时尚鸡肉小抄手，它里面是这种淡淡的奶香鸡肉汤。第一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小板鸡，就是那个非常装
无菌鸡还是刺身？鸡肉刺身，真的很久没吃到这个东西了。它这个鸡肉吃在嘴里会觉得特别清新，有一种网状的质感，食感是又厚又滑又嫩那种，纯生的鸡肉味。下个菜叫鸡元宝，我自己取的，生鸡肉末加提灯，再配上一颗小嫩葱。你可以直接用海苔把它卷着吃，但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戳破，但是没什么意义，就是爱玩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串，非常的好看，像是米其林级别的烧鸟。阿丹他们家就是啊，呵呵，他们家串的设计都很高级，一坨鸡胸肉加一个大葱，咬下去的第一感觉是这个皮特别的薄，但是当你咬破那层烧烤味的乐事薯片之后，你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那个温柔肥美的鸡腿肉会轻轻的裹住你的牙齿，再从里面喷出炭火的香气。这家店好像还可以。接着上了一碗鸡蛋羹，它里面还塞了一块低温调理的鸡肝，就它里面那个芝士还是黄油的味道特别浓。它不像鸡蛋羹的，它像那种黄油慕斯。今天的活到150是一个爱你的形状，非常的爱不起。接着是半熟鸡胸肉，他们家把鸡胸肉烤出了吐司面包的感觉，半熟，其实拼的就是一个滑嫩的程度，我感觉它就是嚼起来一点不费牙齿。这个菜其实还挺高级的，鸡肝吐司，它是把鸡肝磨成酱之后做成糕，吃起来就是又咸又香的鸡肝面包，然后是一个烤土豆啊。大酱说这个土豆培育了15个月啊，这个从科学层面上来讲是可以成立的吗？甜的呀。接下来这个菜好像我们四川的烤豆腐皮一样，但它用的是蓝纹芝士和蜂蜜，确实有点难闻，就是烤豆腐皮界里面的榴莲，然后是一串烤鹌鹑蛋，里面的流心是温热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，什么鹌鹑的蛋会这么大？然后是一道鸡腿肉拌萝卜泥的菜，它这块肉中间吃起来像果冻，外面那一层吃起来像鱼肉，它加那种调味过的芥末，又麻又爽。这个是真好吃，好高级的味道。下一盘菜有点奇怪，它是鸡的脊椎后面的肉，怎么吃起来有点像北京的炙子烤肉，那个肉像刮的浆一样的嫩。它是一坨很复杂的肉，逮不出味道巨浓。下面的这个菜大家肯定都比我熟悉，一个提灯上面4盏灯。以前我们咬破一个提灯爆珠4件，现在我们一次咬破4个提灯，那个蛋液会从哪儿喷出来呢？我感觉那个蛋液会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。吃完之后没有等待的时间，直接上了一个手榴弹，大家把它捏得很紧，这样也锁死了里面的油水。然后是鸡皮，最外圈烤得特别的干，但是里面的胶原蛋白还是保留得很完美，越嚼越有油的味道，鸡油口香糖。然后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鸡心，里面那个油水顺着我的大拇指流到了我的袖子里面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串是我们的血干，我一般会叫它肉棉花或者荤棉花，因为它里面那个姜质真的很柔软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蚕豆饭和一碗鸡汤酱油拉面，怎么主食还有2份？甜品就是小块黄油冰淇淋。这家店吃下来特别的满足，它不像传统的烧鸟店，它像烧鸟怀石，不管是香气火候还是鸡的质感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就是这个价格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。鹅肝在10几年前的时候，好像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它，但是现在因为各种技术的成熟，我们好像也吃得起了，所以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它，就当给自己秋天的第一份礼物。更何况它跟和牛加在一块儿，这什么搭配？我怎么没想到？烦死了，吃死它！又到了吃鹅肝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杰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表参道，东京的4大特色街道之一，他家就是靠那个鹅肝和牛三明治出的名。终于给我约上了，哼。すみません。6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被小姐姐拉凳还是头一回，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喜欢说废话。我们还是点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再美好的一顿饭也不能跳过小菜，但青菜还是算了吧，杏鲍菇可以接受。然后是经典时尚小蘑菇，里面加了满满的香菜，我真的喜欢香菜到想要用它洗澡。不出意外，这种高级烤肉店第一个菜永远都是生肉，但今天的造型还挺特别的，它像包饺子一样把一个肉馅分成了2块，然后再把鱼子酱铺在上面。旁边那个炸面包特别像金银馒头，有没有？正确的吃法是把肉馅塞进去，说不定这个就是日本版的热狗，又有点像生肉版的油条加麻糍。但说实话，这一口下去，我的快乐又回来了，就吃起来挺过瘾的。但是我只能说，把刚才那个肉换成熟肉的话，可能会更好吃。然后上了一个像红糖糍粑一样的东西，吃起来奶味特别足，因为它里面是牛奶芝士和蟹肉，有点咸蛋黄，有点美乃滋的味道。然后最外面特别像炸过的空心豆腐，口感很像可乐饼，外面酥酥脆脆，里面又很软嫩，很腻但很香。薄切牛舌其实也很美妙，看着它在烤盘上微微卷翘的那个过程，我就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吃进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经过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很柔软又不失嚼劲的口感。因为我加了柠檬汁，就吃10块都不会腻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如果是后切的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什么东西飘过去了？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脂肪不多，但是肉又是最嫩的一个部位，而且他们家是后切，肉的汁水里面混合着油脂，绵软的口感，里面的肉香和奶香都特别足，它就是完全不需要调料，我都可以吃一盘的那种。我真的很想给你们听它在嘴里嚼的时候发出那个水嫩的声音。这片肉特别薄，它就是每面只烤5秒就被夹到碗里了。它这个肉的大小刚好和那个碗的底部是一样的。它碗里面那个酱是那种柚子甜酱，清新的酸味非常的解腻。它其实吃起来更像横膈膜肉，一点都不像屁股上面的肉，它像是肚子上面的肉。喝一口牛脸肉煮的白汤，奶白奶白的，很像鸡汤拉面里面的那个味儿。要是有面就好了。然后下面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前面那些肉都是铺垫。牛菲力鹅肝黑松露，它里面的每一个食材都不便宜。看着鹅肝在烤盘上流油，在逐渐变得焦褐的过程，不知道为何有一种莫名的治愈感。再加上主厨
厨的精心摆盘，我只想说，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哦。这个三明治一进嘴，它就是今年之最。牙齿咬穿它之后的第一感觉，先是黑松露黄油的味道，第二个碰到你舌头的东西是鹅肝的脂肪，就是那种超高热量带来的愉悦感。那个鹅肝的口感特别的绵密丝滑，菲力的肉质又是那种紧实滑嫩的感觉，再加上外面烤的有点稍稍脆的吐司，那种层次分明的口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。我第一次有不舍得一口吃完的感觉，吃到最后一口还能看到菲力中间粉嫩的肉，它底下的那个黑色酱汁莫名有一种可口可乐的味道。它这一块真的是味觉新体验，很想再来一份，但是太贵了。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菜，接下来是和牛寿喜烧，他家用的是牛的前胸肉，戳爆蛋黄，裹着米饭，它设计成刚好是一口的量，相较于刚才那种入口即化的肉，这一块就是比较有肉的实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裹蛋液，还是那么的好吃。接下来就是牛内脏了，拼盘里面是牛心和胃，还有大动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牛心，因为我觉得大动脉还是煮火锅最好吃。牛胃就是特别脆，但是你很难把它全部嚼烂。不过你把它当成肉味口香糖还是很带感的。牛心就是紧实且 Q 弹，超高的胆固醇加上蒜香的调味，两个字形容合适。最后的主食是热气腾腾的黑松露牛肉鸡蛋拌饭，它把那个黑松露一剁碎之后，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。这碗饭端起来的感觉就是料特别多，他们家的黑松露跟不要钱一样，入口就是浓烈的汽油味。它的鸡蛋是那种半液体的滑蛋，让米饭吃起来更嫩了。这个就是有钱人吃的蛋炒饭。甜品就是鸡蛋布丁，因为它特别浓密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冰淇淋，奶甜奶甜的，就是特别宜人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配得上它的名气，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，所以性价比其实还 OK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酱油拉面，不知道时隔了多久，我们终于吃到了今年最后一家满分店铺。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店存在，还是一位远在京都的老朋友告诉我的。那不得马上收拾行李，坐新干线直接前往京都。主要是我这朋友已经在日本探过100多家拉面店了。今天我们是要去一家评分4.6的拉面店，这个分数着实让人觉得有点恐怖。它要是不好吃，它就完了。这是一家藏在京都老巷子里的小店。京都这座城市的氛围就是这样，有一种骨子里内敛的拽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拽什么，他让我在门口等一下，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，无语。但是进店之后我才发现，他们家很奇怪的是一点都不像拉面店，非常的高级古朴。就问你们谁坐在包间里面吃过拉面？我是在包间里面吃面，虽然不是很理解，但是感觉很帅。其实日本的拉面有很多种，但是他们家只有3种味道：酱油、盐味和咖喱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酱油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吃面也要有3千9，但我喜欢这种装逼的感觉，喝不来。接下来还有一盘前菜，头一回吃面还要吃前菜，这太讲究了。这是海胆鱼子奶油，里面的奶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，冰冰凉凉，不会过于很甜，有点像咸奶油的那个意思。然后是一杯特别清新淡雅的抹茶冻，它这个抹茶特别的京都，就是又香又苦，又苦又甜，像极了爱情的味道。什么呀？接着小姐姐把面端上来了，好大一份。配菜和面是分开装的，也是单独烹饪的。它的面是中细型的，就是一般酱油拉面都用的中细面，因为这样更容易挂汁儿。配菜里面是鸡肉、叉烧、鸭肉和小银鱼。吃面先喝汤，日本拉面的小规矩。它这个汤入口第一感觉是酱油的香味特别重，然后那个酱油的味儿过了之后就是一种鲜味儿，又重又鲜，好好喝了。你们不要觉得它看上去很像苏州小面，但其实吃起来味儿很足，然后面条的粗细又很适中，嗦起来就会特别的过瘾，得劲儿的。再来一块鸭肉，它像国内盐水鸭的味道。芝士油饼一定要泡汤吃，油酥酥的味道特别像日本的猪油渣。其实可以把肉放到碗里泡一下。现在吃一口他们家的京葱，葱根特别的甜。这烤个烧鸟该多好！鸡胸肉是低温处理的，在泡了热汤之后会显得更嫩。旁边这个是鸡肉豆腐泥，像乐山豆腐脑上面那个哨子，吃到一半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山葵泥，它会让整碗面增加一点木质的香味。再嚼着那个颇有劲道的面，第一次吃拉面吃出了幸福的感觉。叉烧我一般会留到最后，就像草莓蛋糕的草莓，配着面一口吃。我就是碳水之王，特满足，特满足。其实这么好的体验也没吃多少钱，比我们之前吃那个1万1碗的好多了。也特别佩服他们家精心设计过的仪式感，果然只要专心在做好面这一件事上，做出来的面确实很极致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卡威尔真好吃。